棒球全国锦标赛，今年是第2届，在我们新北市永和区办理这样的赛事。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赛事，提高我们亲子之间的互动性，也希望孩子们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能够学习更好的团队精神。今天的比赛，希望大家都有好成绩。接下来，我们来看他们平常练习的状况哦。我们奔跑的不只是脚步，是热血；挥棒的不只是球，是梦想。其实棒球它不只是投球以及打击而已，它更是凝聚了团队之间的汗水以及泪水。那同时间也是可以增加亲子之间的情谊交流的活动。借由本次的赛事，凝聚了很多喜欢棒球的好手。那其实棒球是一个不断失败率极高的运动，在每次失败的时候，我都会去探讨成功之道，在下一次的训练，特别的去把它经营起来，这将会获得最大的成就。站上打击区，精准挥出每一球，我们不断找寻彼此的默契。这不只是运动魂，而是亲子间的力量。调整得很好，因为 U18 强度比较高，所以我们会更认真练习，然后把练习当作比赛在练。我觉得我准备的算蛮不错的，那也在持续的适应青棒的强度，那也希望可以跟更多青棒的好手来持续的交流，来增进我自己的球技。我们团队的目标是拿冠军，然后自己的目标是把手背守好，降低失误，打击就正常发挥。希望团队跟自己都可以拿出自己的全力来准备这个比赛。那也希望能抱一座冠军奖杯回家。我们来自全国各地，齐聚较量，在球场上写下属于我们的荣耀。114年亲子棒球全国锦标赛，这不是只是一场比赛，而是亲子之间战斗的舞台。4月5号、4月6号，让我们一起来为他们加油！加油！Hello， 全国喜爱棒球的球迷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安！欢迎透过 Hot Sports 的现场直播，一起来到位于新北市的中正桥棒球场，欣赏2025年就是棒新北市亲子棒球全国锦标赛。我们今天要带来的第1场比赛，将由建国中学社区棒球队对上是野牛男孩社区棒球队。我们今天在中正桥棒球场会一连为大家带来2场的比赛。那早上因为天候的关系所以赛程有做了一点点的更动。那目前就是会进行2场的比赛，那后面的季军跟冠军战呢，就会以大会最后的安排为主，所以那开幕战最后也取消，那至少希望把这个4强的2场比赛先完成。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是由我周瑞麟以及我身旁的杨东远东远哥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服务。球迷你好，好，主播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再度跟东哥一起来合作，然后连续2年，哇，这个比赛都算遇水则发了，因为比赛办得非常非常的精彩，不过也都受到了一点点天候的影响。不过在大会以及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还好今天我们还是可以至少把4强的2场比赛给完成。那也希望说待会的比赛都不会再受到影响了。先来看一下建国中学的打线，第1棒是黄品正，2棒蔡新佑，3棒李仲哲，4棒高承正，5棒张敬伟，6棒陈世恒，7棒是林玉祥，8棒捕手吕维甫，9棒是张伯钧。今天球队的先发投手。再来看到野牛男孩，先发投手是黄伯勋，搭配捕手黄文鹏，一垒黄威浩，二垒徐成嘉，三垒吴瑞恒，游击是李书宇。3名外野手由左至右分别是陈慕天、曹木伦跟右外野手龚胜哲。这是野牛男孩的守备阵容。好，现在看到双方球员准备要进场。其实从来到球场的路上，也都还是感受到一点点雨势。那还好，这个雨其实没有大到会影响完完全全影响到比赛。不过也希望说两边的球员在有下雨的情况下，这个比赛不要有受伤的情况。
对，从画面上就看得出来，现场大概20度，然后湿度还蛮高的，80%。那现场还是正在有下雨的情形。去年东宇哥也有一起来播球，对吗？对，然后也留下一个很难忘的经验，播到中间一半真的下大雨，然后还为了要救机器这样。对，去年那个雨又下得更夸张，而且当时比较麻烦，好像是风蛮大的。对，所以那时候主播还开玩笑讲说，哇，风大雨大太阳大，我们就直接说啊，这个主题曲世界杯主题曲再出发要出来了。没错。去年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看转播的时候，真的也完全吓到了，因为平常可能很常看到棒球比赛都会有一点点下雨的情形，不过都还算是可以打。不过那个去年那场雨真的是大到好像雨都已经完全吹到，对，飘几乎要飘到机器里面。对。好，双方已经准备要开始了，两队都已经赛前列队都完成，那待会比赛就要正式的展开。那今年是我们第2届就是棒新北市的亲子棒球全国锦标赛。那办这个比赛呢，其实它就像我们前面片头所介绍到的，它主要是希望可以提高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们的亲子之间的互动性，然后是希望可以培养大家的团队精神。那胜负当然是一回事哦，希望大家可以享受比赛的感觉，而且又有难得的转播的机会。没错，这种亲子的过程、互动过程真的是最难得的，对啊。因为其实我们这种像我，譬如说我有2个小孩，那虽然说比较可惜，他们现在对球类运动暂时还没什么兴趣，但我们就是身为家长的，也会鼓励他们去参与运动，像比如说小孩是田径队的，那我也是很希望说啊，虽然说可能没办法跟他一样一起去下场跑啊，那也是希望说他以后也喜欢打球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无论是传接球 catch ball， 或者是篮球教他投篮这样，对吧？所以我很羡慕现在场上的这些亲子，然后能够一起在同一支球队里面一起努力，然后一起享受这个比赛的氛围，这样子，对，这很棒。因为现在假日可能大家平常看剧啦、滑手机，可能彼此即使在家里同一个空间里面，可能都好像像是陌生人。不过透过棒球，可以让亲子之间可以凝聚在一起，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对，而且有一些共同的话题可以聊的话，就很棒。对，就可以聊说我们今天来比赛的一些过程啊，然后跟对方交手的感觉等等。对。好，赛前投手已经差不多都热身完毕。那这2天我们也都可以看到场边有非常多参赛球队的亲朋好友们，他们的爸爸妈妈也都有来到现场。那建中穿的就是黑色的深色球衣，然后另外一队野牛男孩是现在首方穿的是蓝色的上衣。好，现在比赛要正式开始，一局上半先攻的是建国中学社区代表队。第一棒是16号的黄品珍。那先发投手是黄博勋，来自于和平高中。好，不错，因为比赛其实是有稍微受到一点点影响，然后没有在预期的时间内开始的，所以其实先发投手的控球在第1局就很重要。一开始是先连续的2个好球。那现在先攻的建国中学，他们是社区代表队，所以我刚在确认球员名单的时候，有看了一下，他们不是所有人都来自于建中，只是说这个社区代表队叫建国中学社区代表队，也有一些是来自于其他高中的同学。好，2好球之后来了连续2个坏球。这棒打成了一个游击方向的滚地球，游击手拦截下来之后，很快的甩向一垒，没有问题，刺杀打者形成了1出局。好，打者也算是积极的出棒，对。而且看守备员在接球的时候也都还 OK， 因为可能现场的红土也是有一点点水分哦，可能也都会受到一点点影响，但是接球、传球啊都算一气呵成，没有太大问题。对，所以这场也真的也很考验大家的守备了。
顺利抓下了第一个出局数。黄博勋好球率蛮高的、哦。对，现场收音也有听到说喊说，哎，位置很棒。对，虽然是判坏球。擦棒被捕，连续2个打席，投手都可以取得球数的领先。而且他都没有太离谱的坏球，好像感觉都有投到他想要的位置。对。哦，马上就来一个比较调偏高的。对，可能就投给对方算引诱球。2个好球，2个坏球。刚刚也看了一下资料，建国中学他们社区代表队，他们的教练郑立伟平常也有带建中的他们的校队，然后他们平常是有打高中软式联赛的。来到3万满球数，这球出棒打成了一个擦棒界外。3垒方向滚地球，3垒手稍微有点漏掉了，后面游击手再捡起来要传也来不及，这就是前面我们其实比较担心的状况。打出去的球非常强劲，3垒手挡了一下之后没有办法顺利的处理起来。对，因为无论是弹跳的高度什么，这个他们都要重新适应一下了。对，场地的影响。一出局之后，2棒的选手上垒。好，连续3个打席哦，面对打者，其实前面2个球几乎都可以先有抢到好球数。没错。打者轮到的是第3棒的李仲哲。那李仲哲他就是来自于建国中学的同学，一个好球，一个坏球，一局的前半，这一棒又打成了一个滚地球，在3游之间，哇！但这个球刚好打成了3垒手跟游击手之间的那个空哦，那个洞里面，所以形成了一个扎扎实实的安打。连续2个打席都打向了3游的方向，好，这一棒就打得还蛮扎实的了。一局的上半一出局之后，现在已经攻占得点圈了，1、2垒上面有跑者。像刚刚这个东远哥有介绍到，您的小朋友是参加田径队嘛？那这个田径其实是运动之母，也很常看到在播这些比赛的时候，很多小朋友说他们虽然现在打棒球，但他们以前的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也是从其他运动，包含了田径啦，或者是排球、桌球等等不同的项目开始萌芽的。也就是说，其实，在小朋友的这阶段，以家长的立场，可能会希望他们多去涉猎，对，多涉猎、多参与，就是希望是让他能够享受乐趣为主。对。那时候有鼓励他去参加这些团体的活动啊，也是希望说他能够在团体的这些生活当中学到一些比较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对。那这也是我们一直很鼓励，希望小孩子能够去
发掘出他喜欢的运动项目，然后让他积极的去参与这样。因为平常在学校念书，跟同学的相处，又跟平常打球队的那个相处氛围又不太一样。对，而且运动场上能够带给他们的学习的东西太多，无论是你说挫折的经验，或者是训练的辛苦，或者是可能要学习领导、服从这些都会学到。对啊。像棒球运动，它是你进攻要9位，守备方也要9位。好，球数形成了1好3坏。开始有点危机了。现在在垒上有人的情况下，投捕是投成了球数落后了1好3坏。而且面对到的是第4棒的打者高承正。好，修正了一下，好球抢进来。2好3坏的满球数。高承正这棒打成滚地球，在1垒方向。好，1垒手拦截下来之后自踩1垒。至少先抓到第2个出局数。关键的第2出局数先抢下来，至少投手心态上面会稍微比较稳定一点。对，这些球处理没有问题。投手又很积极的第一时间想要去补位，但也还好，投手跟1垒手没有撞在一起，形成了2出局。那垒包上面的跑者各进1个垒包。洪博勋在这个半局已经先发，已经投了超过20颗球了。下一棒打者轮到的是第5棒，配号61号的张敬伟，他是球队的先发2垒手。好，那打者这边都是还蛮有耐心的。投手虽然前3打席取得好球数的机会还蛮大的，不过后面在面对4、5两棒坏球就走的比较多。连续的3个坏球，教练也会提醒他们都蛮有耐心的哦。对，在他状况不稳的时候，就多消耗他一些球数，多看一下。连续的3个坏球，好，看过一下3垒上面跑者，哇，这滑下去应该球衣上半身一半都是红土了。投手也笑了。对，刚刚听到场边说，等一下也会湿，没关系。对，因为这不会是你第一次把球衣弄脏，待会应该还会有很多次。好，打者打成了擦棒界外，而且白色的球裤，2队都穿白色球裤。对，这考验双方的意志力哦。这是棒球运动它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它大部分时间几乎都在户外来举行，所以一定会受到现场天候的状况或者是场地的影响。哇，保送了，满垒。哇，现在要投成满垒了。2出局满垒，1局的前半。突然垒上起跑了，但是裁判已经把比赛终止下来。对，跑者算蛮积极的啦。对，这是蛮聪明的哦。就是看对方什么时候有晃神的情形。
好，面对满垒的情况下，第一个球先投进去了，好球带。打者是6棒的陈世恒，来自于南港高工，背号99号，球队的先发右外野手。哎呦喂啊！好，教练也跟球员说要把棒子先拿起来。好，但这个出生球保送在满垒的情况下要挤回1分。28颗的用球数，连续2个打席都丢了40球，前面是4外球保送，刚则是触身球。还是偏低的坏球，空球开始有状况，拿到第2个出局数之后，就还是状况回不来。因为这个时候就最怕投手算是自乱阵脚，对啊，就怕投手把自己给投倒了。对。下一棒是7棒的林玉祥，好，修正一下，好球进来。一样是满垒的情况。前落地的坏球，还好捕手挡住。现在因为是满垒哦，所以捕手其实挡球也非常的重要。万一挖地瓜球跑到后面去的话，有可能会再掉分。对，因为他刚提前落地的坏球开始偏多了。好，抢到了第2个好球了。这个半局当然已经掉了1分哦，但现在满垒，如果只掉1分的话，应该还算勉强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的，对。对，因为感觉出来20个球之后，这个控球还蛮明显的受到一点影响。毕竟这单局已经丢了30多颗球了。2好3坏满球数，呀，又是偏差比较多。那满垒情况下再挤1分，连续3个40球保送，第2分回来。野牛男孩他们的预备区是只有1位的选手，所以人数上也稍微少一点点。那这几天因为是清明的连假，4天的连假，在昨天播比赛的时候，又教练分享说，因为清明连假，有些同学他们可能要回到中南部去扫墓啊，或者是有其他的事情，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在这2天来出赛，这也很影响团队的一些调度。有时候变成说没有投手可以换，然后那个投手就要撑下去。对。打者是吕维甫，球队的先发捕手，8棒打者。这球出棒了，打成一个滚地球，在2垒方向。处理起来之后，用短抛的一个方式抛向1垒，刺杀了打者，也形成了第3出局数。不过建国中学在这个半局率先得分，目前2比0暂时领先。
欢迎回来。那接着要来看到的是一局后半野牛男孩的进攻，看一下他们的先发打线：1棒是徐成嘉，2棒吴瑞恒，3棒捕手王文鹏，4棒陈慕天，5棒曹木伦，6棒是黄威浩，7到9棒分别是李书宇、龚胜哲跟9棒的黄博勋。建国中学的先发投手张伯钧，大卫捕手吕维甫，一垒高承正，2垒张敬伟，3垒李仲哲，游击交给蔡新佑，3名外野手由左至右分别是林玉祥、黄品珍跟右外野手陈世恒。建国中学在一局的上半，8位的打者已经有攻下2分了。张伯钧是球队的先发投手，那他是打第9棒，在一局的上半建中足足打了8个人次，靠着对手的3个40球。还有守备失误跟安打，攻下了2分，但投手也已经用了超过30颗球。野牛男孩他们的开路前锋是徐成嘉，右投左打的选手来自于南湖高中。那一样要观察张伯钧的控球情形。棒子拿出来干扰一下，但这是一个好球进来。这球出棒打成一个飞球，在反方向，3名野手都追过去，落点哇，在界内啊，哇！而且疾跑员现在超过1垒之后停了下来，3垒游击跟左外手都追过去，那刚好落点是一个蛮巧妙的萨斯啊。对，看一下打到球的下缘，本来想说偏高了，哇，又刚好落在这个很棒的位置。而且是在界内完全没问题，是一个落点蛮巧妙的安打。徐成嘉站上了1垒。那比赛是1点钟开始，比赛一样是有时间限制。打2个小时，然后1小时50分钟之后不会开新的半局，也就是说1点钟开打，大概打到2点50分左右。所以各队都要把握前面几局的进攻机会，因为也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受到场地的影响。所以一定是进攻的时候想办法能抢多少分是多少。打者是吴瑞恒，出棒打成了擦棒界外，良好球。而且野牛男孩刚刚在上半局丢了2分，现在至少下半局有个好的开始，一开始就有人上垒，看能不能把握一下。对，首名打者就上垒。是2分其实还 OK， 因为对方其实刚刚已经是投手连丢3个40球，2次满垒的呛死。对，哎呦，偏差比较多。捕手接到之后也立刻看了一下1垒上面的跑者。稍微低一点点，捕手也想要试着移手套。哇，打者很会选，这一球要能忍住也不容易啊，不容易哦，蛮有耐心的。没有3位满球数，提前落地的坏球，所以打者还蛮好选的。
4坏球不好送。落后2分的野牛男孩0人出局，现在就攻占了1、2垒。接下来中心棒次好好把握一下喽。3、4、5棒要依序上来。1局的后半。也是提前落地。现在投手好，打者是王文鹏，来自于成功高中。王文鹏是捕手，担任中心棒次，而且穿18号的球衣哦。哎呦，猛力一挥，挥棒落空，哇，挥得很大力啊，自己也笑了。对，这个企图心非常明显。对。垒上2位队友，刚刚也看中一个自己想要的球来做攻击。1好2坏。野牛男孩的先发黄博勋，前面1个半局用了超过30颗。那张伯钧现在也已经12个用球数了，而且还没有抓到第1个出局数。哎呦，提前落地，那现在垒上跑者要往前冲了。好像进入到死球区了，所以捕手没办法去抓。好，爆头球。蛮明显的，这个半局其实张伯钧的坏球都还蛮多的，而且很多是提早落地。对，而且他都坏球走在前面，所以打者就会很好选了，也逼着可能投手必须要丢不得不的好球进去。哇，挥了2个空棒在这个打击里面。对，不过当然那也是挥棒的机会啦，1好3坏。对。可惜没有掌握住。2好3坏满球数。这棒打成一个滚地球，投手拦截下来。哦，传1垒，但3垒跑者要来冲1垒手，传本垒来不及了。哇，非常积极的跑垒哦，3垒跑者冲回了本垒，攻下球队的第1分。对，而且3垒跑者非常冷静哦，他有先观察一下，没有急着冲。对。3垒跑者是徐成嘉，他先看了一下投手传1垒之后，选择拔腿往1垒冲。对，也对自己的脚程很有自信。积极的跑垒，所以这个滚地球让他跑回了球队的第1分。1比2。好，3垒跑者回来，那2垒跑者趁势上3垒。还是太高。现在投手要当心的，因为面对到对方的中心打线，刚刚面对3棒的王文鹏啊，他其实就是还蛮积极在出棒。对。尤其像刚3坏球1好3坏的情况下，都还是有出棒，没有要硬等。偏差比较多。好，也想请教一下东远哥哦，因为像刚1好3坏嘛，之前有很常会大家讨论说0好3坏或1好3坏要不要出棒，那你怎么看3坏球之后打者要不要出棒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看打者他自己对于自己的选球，对，因为我们通常会讲说，你不要用出局数去换
就是你在棒球场上最不应该的就是制造出局数，所以如果你能够安全的上垒，那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如果那个打者他对于他有自己设定的好球带，他是有自信的，他这个球他认为，这个是攻击的好机会，他不要放掉的话，那其实他如果能够把握住，他其实挥棒是没有问题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当时变成说打者他自己对于自己的选球跟他自己的设定的那个球路，他是不是能够有很精准的照着他的打击策略去进行，对。因为像刚刚王文鹏就还蛮明显，他应该对他自己的挥棒是蛮有信心的。对，他那2个空棒其实也都是打一个应该是蛮适合出棒的球。对，没错，他刚攻击的那个机会都是可以掌握的。所以像那种球，如果是你出棒了，但是你可能没有打到，我相信教练也不会苛责。对。因为除非是真的是太明显的这个投手控球已经是很明显的，你就是干脆用等的，对。2好3坏满球数，哇，又是保送了。面对4位打者，已经投出了2个保送，被打1支安打。然后刚刚3棒王文鹏的投手正面滚地球，对方3垒跑者非常积极大胆的跑垒，跑回了球队第1分。投手也开始感觉到压力了，表现现在都有比较严肃一点，而且节奏也稍微比较慢一点点。哦，1垒跑者跑了，捕手没有传。这也是这2天其实有看到垒上跑者会还蛮积极盗垒，因为可能捕手在这个社区棒球的层级内要抓跑垒者，可能难度有点高。对。昨天唯一一次看到捕手盗垒阻杀的是当时做了一个 pitch out， pitch out 之后顺利的传上2垒，传的虽然有点高，但是先回到场上这一棒打得非常非常的深远，右手往过去追，欧巴拉。那现在3垒跑者回来没有问题，轻轻松松散步，2垒跑者也要回到本垒攻下分数了。这支安打带有着2分打点呢，1局后半，野牛男孩现在领先了3-2。看一下长打的2垒安打曹木伦，哇，趁你不稳的时候，真的是一棒把你击沉了。打得非常非常的深远哦。2垒安打2分打点。打者抓第1个球选择出棒。打者是77号，那是李书宇。半局很多坏球是提早落地的。3垒方向滚地球，3垒手拦得不错哦，对角线要传1垒。哇，这球守得漂亮，守得漂亮。2出局，因为3垒这个对角线是内野里面最长的哦。对，而且前面那个弹跳其实也不好接，看一下，拦下来已经很不错了。然后对角送1垒，有一点点低，但至少1垒手是有成功的接到手套里面。对，因为在这种投手不稳的时刻，这时候队友守备就要很帮忙了。对，稍微让他稳定一下。2出局。打者是黄威浩，
抓第一个球也选择出棒。好，野手都追过去，很拼哦，但已经出了界外了。好，打者是9号的黄威浩。来看到同学有时候穿的那个背号，并不是，应该说穿的球衣并不是自己的名字哦。昨天有问过，因为他们殴打应该名字写的是正确的，有时候是他们的球衣可能还没有制作好。哦，对，所以像他这个背后的名字其实并不是黄威浩了。嗯，对，因为昨天也有遇过这样的情形，我们还是主要以他们提交的赛前打击名单上面的名字为主。又是提早落地，打者都很好选的坏球，31颗的用球数了，而且这个半局已经掉了3分，被打2支安打，然后2个保送，还有1个挖地瓜，所以对方跑者也很积极的跑垒，然后再加上也有盗垒，所以前面那个野牛男孩掉了2分，目前看起来都还算 OK 哦，因为一下他们就打3分回来。对，哇，积极猛力的挥棒，擦棒被捕。其实张伯钧在这个半局也有几个好球丢进来，打者是挥空，或者是像刚刚打的并不是很理想，所以应该还是可以再更大胆的往好球带里面塞哈。黄威浩出棒，打成了一个飞球，三垒手追过去，小心界外球。好，不过他刚刚这一球也是直接就是往红中去塞，跟你硬拼。对。中正桥棒球场其实球场外面都还有一些民众在运动，像这2天都有，大家只要打界外球都会惊呼看一下那个球到底最后飞到哪里去。打成滚地球在2垒方向，垒手拦截下来之后甩向1垒刺杀，形成了第3出局数。不过野牛男孩在这个半局追回了3分啊，现在3比2，1分领先了建国中学。欢迎再回到旧式棒第2届新北市亲子棒球全国锦标赛。双方的先发投手在第1局不约而同都用了超过30颗用球数，打成了一个内野的冲天炮，差点2垒手撞到游击手，还好有把这个飞球给顺利接杀，形成了1出局。看一下游击手有一直盯着球，然后2垒手小心小心。好，一个球抓1个出局数。黄伯勋是在第1局用了35颗的用球数，掉了2分。打者轮到的是黄品珍，第2轮的第1棒。前个打席是游击方向的滚地球遭到了刺杀。
2个坏球先走在前面。黄美珍打成了一个3游之间滚地球，3垒手接到之后对角传上1垒，哇塞！因为1垒手的脚应该是有离开垒包了。哦，那要记3垒手的一个失误 A 啦。接到之后，我传的偏了，所以1垒手的脚最后没有完全踩在1垒垒包上。对。对投手来讲就蛮可惜的哦，本来应该有机会抓第2出局数了。且因为有可能应该4个球就抓2个出局数的，现在因为3垒手的失误上对方上1垒。1出局1在垒。哦，要投点下去，投手下球。拦截下来之后，传上1垒，哎呀，又掉了出来。那2垒跑者要上3垒了。哇，很伤了这一球。哇，本来应该第2出局数要出现了，看一下打者偷点，成功点进场内。捕手第一时间就比1垒了，投手拦截下来之后，哇，也是传的有一点点偏呢。对。本来这个半局都要结束了，现在对方1出局而已啊，要攻占1、3垒。这样要记投手传球的一个失误，单局的2个失误。而且接下来要面对到的是对方前一个打席有从黄伯勋手中敲出安打的李仲哲。本来想说第1个出局数这么快就拿到，哇，就马上又送了2个上垒。李仲哲站上打击区，哦呦，前置1垒，哇！现在这个除了投球之外哦，连刚前置看一下，哦，跟1垒手手套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哦。40球了。1垒跑者跑了，哦哟，抓到了，漂亮啊！哇，厉害厉害！哇，因为刚第一时间我看到游击手冲出来想要做假动作，我还在观察3垒跑者，没有想到捕手这个球直接传到了2垒手的手中，够精准，够精准！哇，很准哎！哇，西高5村哎！对，还差一大步啊！哇，这应该是这2天看到第一个直接阻杀2垒跑者，完全阻杀1垒跑者的选手哎！哇，帮了投手一个大忙。哇，捕手是王文鹏，真的帮了投手一个超级大的忙啊！猛了一回，回棒落空。好，2出局，专心处理打者就好了。对。2好球没有坏球。建国中学现在是2比3，1分的暂时落后。2好一会2出局。哎呦，太高了，从打者的头上飞过去。投手觉得好像想换一颗球，可能觉得球是不是有点湿哦？2个好球，2个坏球。哎呦，这个球到了捕手后面去了，3垒跑者回到了本垒，攻下了追平分。这1分还是掉了。对啊，爆头球掉了第3分了。投手一直在看自己的手，可
可能还是觉得有一点点滑哦。哇，这球完全溜去哦，提早落地。麻烦是因为三垒上面是有跑者的。第3分回来，捕手也其实已经尽了全力了，这个半局已经帮他抓了第2出局数。对，哇，保送，今天的第4个40球。那有人上垒，打者轮到的是高承正，请个打席。高承正当时应该是打进一个滚地球出局。打席也是连续的坏球，先在前面2坏球。丢了一个好球进来。也听到教练说，就是安全的离垒距离，不要离太远。昨天也有看到跑者是被牵制出局的，哎呀，现在有点麻烦哦。这球好像没有办法顺利的丢到好球袋里面，又丢到打者身上。今天第2次的触身球保送。今天的第5个40球。对，这个双狂又来了。本来想说已经抓到2出局，看有没有机会安全下庄。对，结果还是个自己的爆头，先丢分。好，接下来又保送触身。1、2垒有人。这个半局是在1出局之后连续的状况，有队友的守备失误，然后也有投手自己传球的失误。下一棒是张敬伟，请个打席也从黄博勋的手中选到保送上去。两队的捕手今天应该都会有接到蛮多提早落地的球。捕手也有跟投手比了一下动作。1好2坏，2局的前半。还是偏高，还是偏高，1好3坏。这个半局其实建国中学没有敲任何的安打，就已经追了1分回来。对，用球数也来到54颗了。第1局用35个，这个半局已经用了19颗的用球数。张继伟出棒，打成了一个飞球，在右半边，右外手追过去。还好有把这个飞球给顺利接杀。不过建中在这个半局靠着对方的爆头，把追平分拿了回来，3比3，两队战成了平手。
赛来到的是2局的后半。张伯钧在第1局也用了超过30颗球，34个用球数。建中在前面1个半局靠着对方的投手爆头攻下了第3分，打者是龚胜哲，球队的第8棒。1好2坏。张伯钧则是在先发的第1局的时候，其实坏球就已经非常明显，所以第2局有办法度过吗？其实也非常考验他的控球能力。感觉这场比赛到目前的走势都是两队的投手状况都差不多。对，因为双方其实打出结实安打的机会没有很多，对，但是都是投手自乱阵脚，无论是保送、是失误、爆头等等，对。双方的条件，那说目前2队呈现内容其实蛮类似的那现在又是3比3平手，所以只能看说哪一个投手可以先稳定下来，还是说看什么时候要来换投手。因为今天比赛到目前为止最扎实的只有那一支欧巴的2垒安打。对啊。右半边，一垒手拦截下来，漂亮！哇，差点穿出去，不错。对，一个弹跳被1垒手给直接挡在身体前面，然后自踩1垒。1垒手是高承正。高承正重心摆很低。那守备现在帮了投手一个大忙。其实前面1个半局，他们的捕手应该是王文鹏也有一个盗垒阻杀。所以在这个社区棒球的这种层级有的时候除了投手之外，可能守备的处理球就很重要了。对。好，那现在跟上个半局一样，都是第1个出局数先轻松的拿到。看接下来能不能够也稳下来。猛烈的出棒打成了一个插棒界外。打者是黄伯勋，球队的先发投手，39号，所以现在投手对决投手了。黄伯勋打成了一个3垒方向的滚地球，是一个 foul ball 界外。哇，这球咬得很扎实，蛮强劲的，提早先滚出了界外。2队投手今天都是打球队的第9棒，都是摆在后段棒次。提早落地的坏球。黄伯勋打者对决投手张伯钧。这2个坏球，一个低的，一个高的，都偏差比较多。右半边的界外，打到了建中的休息室那边去了。2好2坏1出局。又打成了界外。打者是今天球队的先发投手，棒子还蛮黏的。对，没有被对方给轻易钓到。
黄博勋这一棒打成了一个3垒方向滚地球，三垒手拦截下来之后，一样对角传上1垒 ，nice， out 2出局。三垒手李仲哲，哇，今天处理了2个滚地球，都还守得蛮漂亮的。没错。啊，不过刚刚投手这一棒算是耗了蛮多球数的，还不错。投手也已经有尽了他的全力了，又打了2个界外球。对。我抓第一个球，选择出棒，中线的安打。哇，徐成嘉开路先锋。第2轮的第1棒连续2个打席都从张伯钧的手中敲出安打。本来以为2出局哦，有机会要抓一个干干净净的3上3下，没想到徐成嘉这时候敲出了安打。打击状况不错。难怪球队会把他摆在开路先锋的位置。他在第1局敲出安打之后，也顺利回到本垒攻下分数。2出局之后有打者上垒。下一棒是吴瑞恒。先牵制1垒跑者，1垒跑者离垒距离蛮大的。毕竟2出局了，蠢蠢欲动是应该的。对，2出局之后，一打到球，垒上跑者就可以往前拔腿狂奔。1垒跑者加跑了几步。1好2坏。吴瑞恒的前一个打席之后，从张伯钧的手中选到保送上垒。哇，这棒打得扎实，2垒手跳起来没有办法拦截下来。1垒跑者现在绕过2垒之后，要来冲3垒。回传球来不及了，而且疾跑员现在要趁传闯2垒也没有问题。哇，3垒跑者现在冲本垒 ，safe！ 哇，场上顿时之间发生了很多的状况。哇，不愧是开路先锋啊！第1棒的跑垒相当的积极啊。徐成嘉速度非常快，看一下刚刚这个球，打成了安打没有问题。然后1垒跑者是往3垒冲，顺利的上3垒，然后对方的回传球。有点状况哦，疾跑员要趁势靠着乘传闯2垒的时候，3垒跑者眼见机不可失，徐成嘉就跑回了球队的分数。对，哇，真的是电光火石之间呢。看他稍微传偏一点，他就拔腿狂奔了。非常积极的跑垒，超前分，野牛男孩又拿回来了，4比3。而且刚刚打者还乘传，现在上到了2垒去。2出局之后的连续2支安打。又是在2出局后开始有状况哦。然后你又接下来要轮到中心打者。所以轮到中心棒次哦，这个王文鹏前面一个打击虽然是有挥2个空棒，啊，最后打成了滚地球，但看得出来他应该对他打击是蛮有自信。好，捕手跟主审示意应该要换1颗球。今天大会人员非常辛苦了，要持续拆新的球。
那王文鹏他是担任球队的先发捕手，刚刚还有一次盗垒阻杀，应该是身体素质能力都还蛮好的选手。哇，他的挥棒都挥得蛮大力。对，刚是擦棒被捕，就小心不要失头球被他给猫到啊。现在垒包上面2垒是有跑者的，提早落地，哎，2垒跑者要往3垒冲了，再奉送一个垒包了。跑者的判断也很好，一落地之后就直接没有犹豫了，往3垒冲。对，捕手拿到球之后也没有先传，对，没有机会了，爆头上3垒。野牛男还是在这个半局持续用跑垒上面的积极度给对方施加压力，把超前分第4分给拿回来，又挥了一个空棒，良好球。3垒上面是吴瑞恒，打者则是王文鹏。右半边滚地球，一垒手拦截下来，自裁1垒，抓到了这个半局第3出局数。不过野牛男孩超前分再拿回来，4比3，1分领先了对手。欢迎回来。好，场上现在换投手，换上的是曹木伦，来自于新北高中，他是原先球队的先发中外野手，18对调。曹木伦这个名字我蛮有印象的，我刚刚查了一下，之前有播过他社区棒球的比赛，应该是在去年的时候。现在已经升上高中了，念新北高中，是左投手。那野牛男孩其实是一个蛮知名的社区少棒队他们球队阵中有蛮多像东元啊、福林这些蛮厉害的国小球队的选手，而且他们是这些，比方说东元、福林啊，他们甲组球员退下来，就可能小学的同学最后升小5、小6的时候，最后决定可能没有要继续往科班来迈进。然后曹木伦除了快速球之外，还有一颗曲球，其实投的还蛮不错的。
所以草木人，我看他今天除了打得好，一直长打2分打点之外，看他在投手球上的表现会如何。对他今天就是打那个2垒安打2分打点的选手，因为球队现在是领先1分啊，派他上来，希望可以止住对方的攻势。挥棒落空。打者现在是蔡宇成，代打95号。1好3坏。现在是2点08分，所以大概前面2局就打了大概1个小时左右。所以建国中学社区代表队也要把握时间哦。2好3坏满球数。好，代打的蔡宇成棒子握得比较短。教练也持续跟他，哇，这个球打着没有出棒，直接拉掉，形成了3振。场边也给蔡宇成一个掌声，其实蛮不简单的。今天是板凳上来，好，草木人是一个好的开始。上来之后用6个球3振了对方打者，形成了1出局。投点。投手下球拦截下来之后，转身传向1垒，但是传偏掉了。本来以为下球接到球都还蛮 OK 的，主要还是最后的传球差一点点。这个包应该算在1垒手身上。对，对啦，可能要记在1垒手身上哦。传最后看慢动作好像都还 OK 哦，1垒手没有接好，应该可能要记1垒手的失误。下一棒是吕维甫，球队的8棒捕手，出局1在垒。草木人的球速虽然我们没有显示哦，但是感觉接到捕手手套里面尾劲都还蛮好的。对。2好球，刚刚的牵制动作也做得还蛮不错的。投手曹木伦他是新北高中，他去年也有参加黑豹旗的比赛。2好球没有坏球。哦呦，小心！吕维甫有稍微跟到，但是稍微出棒慢了，打成了1垒方向的界外飞球。3垒教练也是蛮 chill 的，蛮有幽默感。他还跟打者说：“你跟那个1垒跑者好像长蛮像的。”他跟现在打击区上面的吕维甫说，可能想要让打者稍微放松一下，不要憋那么紧啊。一样是2好球没有坏球。有跟到2垒方向，哇，穿越变成1支安打了。哇，2好球没有坏球的情况下，但打者从曹木人手中敲出了反方向的安打。你们在这边不怕被打死吗？球队的第2支安打出现，现在攻占了1、2垒哦。一出局之后，
靠着对方的守备失误跟安打，现在攻占到得点圈。这时候短棒摆出来，看起来应该点的机会还蛮高的。哦，点下去，投手下球，好传一垒，还有抓到出局数，2出局，成功的牺牲触及。看起来要换代打。换上的是李正佑，背号4号的代打者李正佑。建中在这个半局也用了2位的代打者，包含了蔡宇辰，还有现在打击区上面的李正佑。那李正佑要注意是他没有戴打击手套跟护具的。得点圈打击机会，曹木伦是这个打席连续的2个坏球，缩着手打。挥棒落空。好，连续2个球出棒，刚应该已经是打成了界外了。所以他打出去也觉得手有点麻麻的。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社区比赛，可能同学就没有戴打击手套。2号2坏2出局，3局的前半，建国中学目前是1分的暂时落后。缩着手打这个球，一垒方向的滚地球已经先出了界外。教练持续给他鼓励哦。曹木伦跟主审示意换1颗球，2好2坏，看看曹木伦上来之后有没有办法力保不失分。哇！猛力挥棒落空，曹木伦关键的3振，让对方的跑者只能留在垒包上面，没有办法回来。建国中学目前还是3比4，1分的暂时落后。
欢迎再回到新北市的中正桥棒球场，一起来欣赏就是棒第2届新北市亲子棒球全国锦标赛。现在进行的是大联盟季后赛，这是4强的赛事。抓第一个就选择出棒，打成了一个外野飞球，2名野手都追过去，最后交给了左外野手，把这个飞球给接杀。打得不错，守得更好，把这个飞球给接到手套里面。左外手是7号的林玉祥，打者则是陈慕天。看得出来，平常大家应该都是算训练有素哈。最基本的手背来看，大家都还算 OK。好，接下来又轮到曹木伦，上个半局靠自己3振来化解危机。对，最后3振掉了代打的李正佑啊，化解对方得点圈2、3垒上面有跑者的时刻。今天打了一支2垒安打2分打点。但现在是不是换？对，应该还是曹木伦没错。哇，传出去啊！哇，传出去了安打了，中线的安打，今天单场的第2支安打，真的很能打哎。他跟徐成嘉一样，今天都是2次打击都敲出安打上垒。一出去之后敲出安打上垒。那这场建国中学跟野牛男孩的比赛之后，下一场则是文山社区对决的是 Renegades。一出局1在垒。张伯钧现在用了超过60颗的用球数，打者是吕书宇。吕书宇前面一个打席3垒方向的滚地球遭到刺杀。提前落地的坏球，再换1颗球。连续2个提早落地，现场的雨势是停了下来。1好2坏。出棒打成了3垒方向的界外球。这一球的投球节奏有稍微放慢哦。刻意想要用投球节奏扰乱对方。野牛男孩只是在1局下半跟2下都有攻下分数，1下在落后2分的情况下自己打3分回来。3分里面2分就是现在1垒上面曹木伦打回来的，另外2下也攻下了1分。哦呦，这棒打得非常非常高，中外手往后退，再往前把这个飞球给接到手套里面。这个半局2个飞球出局。这2天各队打出来的成绩来看哦，这个不管结果如何，至少在基本的手背上面，其实看起来都还蛮 OK 的。不像之前有时候转播一些黑豹旗比赛，可能同学在
热身或者是练习时间没那么长的情况下，有的时候手背表现出来结果并不是这么理想。但看起来目前像建中跟野牛男孩都基本的手背都做得很好，这一棒打得非常非常的深远。但是中外手已经横移几步了，把这个飞球给接杀。哇，这个半局3个出局数都是飞球的出局，所以没有攻下分数。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欢迎回来，两队在第3局都没有攻下分数，两边的投手也都在第3局可以力保不失分，所以比数上目前还是4比3，野牛男孩暂时的1分领先。建国中学只有落后1分而已，看看有没有办法把分数再打进来。草木伦要进入到第2局投球，前面一个半局是最后有用3振解决掉了对方代打的选手，他的球丢进来，其实打者是蛮常挥空的。打者是叶新佑，哇，再一个挥空，叶新佑2次打击都靠着对方的手背失误上来，良好一坏。这次有跟到，打成了界外球，看起来有可能这场比赛就是交给曹木伦来把后面的局数给投完。哇，这个球打者没有出棒，直接进入到了好球带里面。这是他上来之后所送出的第3次的3振了，跨局连2 K。一出局，今天建国中学社区代表队他们就是3棒跟8棒有敲安打。打者是李仲哲，其实2次打击都上垒，1支安打1个保送。1好1坏。哇，挥得非常非常大力啊！2好1坏。曹木伦很快也取得了球数领先。哦哟，漂亮的变化球让打者挥棒落空。哦，
回了个寂寞啊。挥棒落空，跨局的连3K， 今天的第4次3振。哇，现在比赛的节奏完全让曹木伦掌控着。以今天曹木伦的投球内容，这个东远科怎么看？我觉得他算是很勇敢的，一直在进攻好球带，对吧？对自己的球蛮有自信的，他不会怕你打，对吧？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对方的打者就是真的会一直被他刁中，一直频频的挥棒落空。对，尤其是这半局的2个打席就很明显。对，所以这样子建中，因为他现在落后1分嘛，所以有可能会越打越急，对吧？因为也到了比赛后半段了，对啊，现在时间压力在他们这边的，因为现在是2点28分，那可能就剩最后20分钟左右，可能4上5上，不确定有没有办法机会打6上。曹木伦感觉这个投球越来越进入状况，对。好，那这个打席是连续的3个坏球。所以建中他们在3局上半那个两人在垒，最后没有送回来，就很可惜了。对，那时候2、3垒有跑者，但换代打之后，最后是被曹木伦给3振掉。对。4外球保送，这是曹木伦上来之后送出的第1个保送。好，虽然说是保送，但是他的节奏都没有变，对啊，因为他的投球节奏非常的快，对啊，都很明快，都不太会拖泥带水。对，拿到就丢，拿到就丢。下一棒是张敬伟，漂亮，好球进垒，先抢到了第1个好球数。他第1球的好球率就很高了。这球没有跟上，2好球，很快取得了球数的绝对领先。张敬伟再度缩着手打，挥棒落空。哇，单局是3次的3振，也是他今天送出的第5K。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欢迎再回到比赛现场。曹木伦在第3跟第4局是2局完美的封锁，只被打1支安打1个保送，5次的3振，5K 里面有3个3振。
所以力保不失分。啊，野牛男孩现在当然在草木轮有效封锁对方的情况下，现在要想办法再拿一点保险分。而且因为时间是站在他们那里哦，这个半局如果可以再多耗一点点时间，那有可能5上就是这场比赛的最后半局。对。野牛男孩这个半局是从第8棒打者开始打起，8棒的龚胜哲。两好一坏，右半边哦，直接被接杀了，哇！一垒手高承正哦，空中抓飞鸟，没有让他落地哦，再看一下哦，对，没错，直接接起来，因为万一落地有可能变侧步边的安打，出局，哎呦，哎呀，丢到了腿上了，触身球保送。看起来要换投手了。应该是投手跟捕手对调。好，投手跟捕手互换。所以投手现在变成吕维甫，原先的先发捕手。好，这投捕互换也算是我们比较少见的状况。所以都会要花一点点时间。对，而且对手也还帮他一起来，就是处理这个配件、捕手的护具，这也是蛮好的。虽然场上是对手，不过大家也借着棒球以球会友。对。其实我们从那种球员的脸上的笑容、跟肢体动作啊，这些表情来看，就知道他们都很享受这个比赛。对，这是棒球比赛最美好的事情。对，好，换上吕维甫，是球队原先的捕手。一垒上面的是魏川瑞，他是在前面上来接替守备，然后这个半局就变成守卫打者魏传瑞。因为我刚查了一下中间那个字哦，蛮难念的，一个木头边魏传瑞。因为野牛男孩就一位预备选手，好，魏传瑞在一垒上。那现在的投手吕维甫，他是来自于华兴中学。最近华兴也这个棒球队重新回来了。华
华兴棒球队，当然以前这个北华兴、南美和，不过中间这几年其实棒球队有解散过。现在就请这个也是华兴的知名校友曹总谢长亨教练重新把华兴中学棒球队给重新组了起来。好，4局的下半，现在换吕维甫上来。好，现在打者就轮到今天有很好表现的2支安打的徐成家。第3轮的第1棒，哎呦，打到球的下缘，一个界外球。又是打到球的下缘。但教练这个时候换吕维甫上来，也是希望不要再掉分。对，没有掉分的本钱了。因为就差1分哦。可以看到同学们在比赛的时候露出笑容，都是一件还蛮不错的事情。就至少比赛当然一定压力很大了，但至少也享受这个压力给他的一些负担。对，因为我们最怕的就是到压力大的时候，你整个身体紧绷僵硬，你就会影响到你原本自己的该有的表现。对。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大场面，有一些人就是可以很享受那个压力然后大心脏打出好表现。有些人可能在大赛就会可能想得更多。2好1坏1出局，4局的后半，一垒上面有跑者。那这是今天有2支安打的徐成家。这一棒送成了一个飞球在右半边，右外手先往后再往前，侧并步把这个飞球给接杀。这是徐成家今天第1次被解决。前面2个球他是先打到球的下缘，变成界外，这次有跟上。2出局，打者是吴瑞恒，今天1保送1安打，上垒率100%。连续的2个坏球，现在要注意，因为面对到对方2棒开始，然后又是中心棒次，尤其如果待会又遇到草木人，可能就会必须要更小心哦。对，牵制1垒，牵制的 timing 还蛮好的。而且吴瑞恒就是刚刚他们帮队上打回超前分的打者。没有跟上，挥棒落空。1好2坏。1好3坏，下一棒是王文鹏。滚地球在右半边，一垒手拦截下来，有点打滑，哇，传给不会的投手，但这个球啦，爆传了。球员跑者现在已经上3垒啊，急着跑垒员要趁着这个失误一次上到了2垒去了。本来应该是第3出局数的但对方现在反而靠着这个失误，
往前现在已经攻占到23垒。投手的补位稍微有点跑过头了。然后一垒手在处理球的时候也有一点点打滑。攻占23垒，轮到王文鹏。今天前面2个打席都滚地球出局，不过今天这个挥棒都还蛮猛的，要小心失投球不能被他给猫到。对。提早落地坏球，对领先方当然就希望现在垒上有2个跑者，他可以打出今天比赛的第1支安打。尤其2出局，现在的安打有可能一棒是打2分回来。考验投手吕维甫，这个半局接替上来投球。连续的2个坏球，3个坏球。下一棒是4棒打者陈慕天。下一棒则是今天2打席1打数没有安打，选到一个保送上垒。积极的出棒，他自己喊 no 麦啊，没关系，自己给自己加油，1好3坏。棒子动了一下，好，应该是没有出棒，侧面镜头看一下。哇，最后刹车了，刹车皮不错哦。对，4坏球保送变满垒。啊，1好3坏，当然很想要建功啊。满垒了，打走人到陈慕天。好，建国中学的换头能不能收到效果，就看这一棒了。1好1坏，现在因为满垒了，所以也没有太多可以投坏球的空间。因为你不解决他，下一棒就是曹木伦了。对，曹木伦今天是2安打的。哎呦，1好2坏，然后这个球没有漏得很远。哦呦，陈慕天这一棒还蛮扎实的，拉得比较早，出了界外。2好2坏，2出局满垒，4局的后半。应该是2好3坏，太急了，太打急了，者球数记错了。对，棒子直接甩掉，回头看了一下主审。好，2好3坏满球数。
啊，这一场最关键的一球了。对，关键的时刻，讨厌头打，哦呦，打出去是蛮扎实的。这个半局打了2个3垒方向界外球，差点打到教练。OK， 大家都是拿铝棒的。所有都满了，2号3位满球数，2出局满垒，4局的后半，野牛男孩目前4比3，1分暂时领先。解开投球动作，刚刚游击手是有进去补位。21颗了，宇威福。挨了一记，赶快跑了，抛球上去说拍谁？可能平常也认识。对，但应该还是蛮痛的。哇，打在了左边的腰际的位置。对，这个明天起床那边会有一个 OC 啊。满垒的出生球挤回了1分，5比3。哇，那真的要轮到曹木伦了。曹木伦是不是把帽子还戴着？就他的球帽跟头盔都装在一起，感觉像头，因为之前好像是没有把帽子戴在里面。然后头盔随时会掉下来。没想说戴着，待会也直接可以上去投球。哦呦，这一棒打成了一个外野飞球，哎，直接掉下来了。哇，大局有的跑了，大局应该就出现了。哇，这一棒重伤害啊，真的轮到曹木伦了。哇，这一棒是一个清垒的2垒安打，3分打点。哇，那今天一个人打了3支安打，5分打点呐。对，球队7分，他一个人敲5分回来呀。而且他也直接判断。好，那因为也时间到了，就是场边其实刚大会的那个计时时间已经到了，现在已经是2点50分，闹钟响了，所以比赛就在这边画下句点。最后野牛男孩就顺利拿下了比赛的胜利，他们在4局的下半也一次拿了4分的分数，也恭喜他们最后8比3击败了建国中学，拿下了比赛的胜利。好，我们今天第1场的转播到这边完全结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场比赛再会了，拜拜，拜拜。谢谢建中，谢谢教练，谢谢观众。